據老牌西班牙中间偏右媒體 ABC 報，也叫阿貝塞報，8月3日報道，西班牙紅十字會於本周一晚啟動一項專項服務，為在休達臨時移民收容中心周邊及鄰近海灘露宿的移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由於收容中心已滿負荷，這些移民無法進入院內安置。我們來看看中文解說的視頻。休達移民危機再次發生反轉，西班牙軍隊的免費暢飲自來水沒人喝了，他們7天的努力可能要黃了。8月5日，西班牙紅十字會開始給非法移民發放食物和水，大量非法移民排隊領取，得到食物補給後，他們更不着急回家了。發放的物資都是包裝食品、牛奶、麵包、瓶裝水、巧克力餅乾和2盒金槍魚罐頭。之前網友說的西班牙火腿不在供應範圍，這下歐洲左翼和人權人士們心滿意足了。人道主義救援1旦開始就不會輕易結束，剩下的幾千人即將過上不愁吃喝的體面生活。西班牙官方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左翼當權者聖母心再次泛濫，政策一旦鬆口以後就麻煩了。不知道那些前期回家的非法移民們會不會再次游泳回來加入免費吃喝隊伍？根據多方信息統計，目前滯留在休達的違法移民數量在2000到5000人，每人每天物資消耗費用最低20歐，按5000人計算的話，每天就是10萬歐。最近西班牙紅十字會接到的社會捐款也多了不少，看來歐洲愛心人士們都喜歡掏錢養着這些人。但這麼多人長期吃喝拉撒不是小數目，等愛心人员的錢花完了，這些人就成了西班牙官方負擔。如果不讓他們繼續吃白食，讓歐洲的口水能把西班牙淹了，大家覺得現在這個局面到底該如何破解？朋友們，這裡說點題外話。前天我與德國28年好友也談到休達非法移民入侵事件，他也覺得短時間內那麼多人湧入休達很不正常，一定有人在後面操縱。你們猜他認為是誰或者哪個國家？他竟然認為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搞的。朋友們，當時我真的無言以對。普京有什麼理由這麼做？很多中國網友認為是美國以及美國的爸爸搞的鬼，因為西班牙不支持美國，不讓美國使用西班牙的軍事基地，同時反對美國爸爸在中東的種族滅絕行徑，所以他們想搞亂西班牙。這聽起來比我那個德國朋友的推理更有道理，對不對？朋友們呢，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德國人在他們媒體的洗腦下，他們對俄羅斯的敌意有多深。就在8月1日的節目中，我還提到德國所謂難民危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國難民產業鏈關係到無數人的工作崗位，也直接影響到德國的 GDP。一邊是社會要求限制所謂接納難民、管控邊境，另一邊卻是一些 NGO 與蛇頭裡應外合，把所謂難民，比如說從地中海救起來帶回歐洲。難民產業鏈導致這些人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而出賣國家利益，這就是歐洲傻逼聖母婊的本性，他們才不管什麼洪水滔天呢。從西班牙紅十字會向那些賴着不走的非法移民發放救濟的畫面可以看到，他們是清一色黑非洲青年，是經濟移民而不是難民。從畫面看，他們的年齡介入20到25歲之間。如果他們擁有高水平教育，有歐洲經濟所需要的技能，當然可以接納他們。但歐洲白左聖母婊可不管那麼多，如果真的不給他們發放救濟，相信最終他們不得不離開休達，返回非洲。對西班牙聖母婊們的操作，我們看看全球網友們有何看法。我們可以看到這條短視頻超過4400條評論。第一條評論，他們聲稱會遣返這些人，其實是謊話。繼續往下，他們不是移民，而是士兵。再往下，我要停止向紅十字會捐款。下一則，一開始人們心懷同情，接着免費食物、住處、衣服接踵而來，一切打着人道主義的旗號。隨後，社會福利資源被大量消耗，繼而犯罪率攀升。這樣的局面我們早已見識過。繼續往下，他們並非逃離危機，而是在制造危機。再往下，這等同於是包庇縱容不法分子。下一則，這是近乎自取滅亡式的共情，眼下婦女和少女們都不敢出門了。繼續往下，
我記得西班牙新聞說，大部分人已經返回摩洛哥了，主流媒體謊話連篇呢。再往下，他們根本不是移民。下一則，你不是在開玩笑吧？繼續往下，別再慫恿更多人效仿這種做法。再往下，二戰期間，紅十字會侵吞了我祖父的薪資。當時他所在的商船遭德國軍艦擊沉，本人被困在歐洲一家醫院。紅十字會本應代收水手的薪水，並轉交給家屬，結果這筆錢被他們截留了。我的父親和7個兄弟姐妹最終只能進入寄養家庭生活。再往下，幾乎沒有人說過一句謝謝。下一則，要是不給他們提供食物，他們就会回老家。唉，繼續往下。與此同時，許多西班牙孩子們餓着肚子去上學，政府庇護這些來歷不明的男子，卻置本國民眾於不顧。紅十字會接受政府資金補貼，哼！再往下，我再也不給紅十字會捐款了，永遠不會。好的，朋友們，我們看前前後後啊，很多評論都說再也不給紅十字會捐款了。如果是我肯定也不会捐款了。好的，下則，在西班牙各類論壇上，紅十字會已經被稱作叛徒。繼續往下，這是一場不費一槍一彈的伊斯蘭入侵與佔領。好的，朋友們，咱們接着看看《紐約郵報》短視頻的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與此同時，大量西班牙本土民眾正飽受飢餓煎熬。繼續往下，紅十字會設立的初衷並不是用來做這些事的，這些人並非受害者，他們是罪犯。再往下，假如1000名態度蠻橫的乞討者強行闖進你家，你自然會讓他們排好隊領取物資，是吧？下一則，我本以為只有摩洛哥人，結果多個國家的男子同時越境，他們協調行動的方式耐人尋味。好的，再往下，紅十字會以及不少天主教會機構在資助這場入侵，他們利用人民的同情心和共情心理，就像善待動物組織以往那些宣傳廣告一樣。下則，他們裡人被逮捕。這位網友應該是在諷刺，他說：“人群裡居然有那麼多醫生和工程師。”再往下，他們身上帶有肺結核、淋病還有天花，而這些志願者還在和他們握手接觸。下則，有意思，這些難民根本沒有詢問食物裡是否含有豬肉。繼續往下，紅十字會休想從我這裡再得到1分錢，簡直是恥辱。再往下，讓你們維持現狀的食物、飲用水，還有嶄新乾淨的衣物、理髮服務，這些東西在你們家鄉本來都能獲得。下一則，所有非法越過獨立國家邊境的人都必須遭到拘留並驅逐出境。再往下，沒有一個人看起來營養不良，也沒人衣衫襤褸，這就是對歐洲的入侵。下一則，究竟是紅十字會還是中情局、摩薩德？西方主流媒體總是刻意使用非洲人這個說法，耐人尋味。好的，咱們再往下看，免費食物、免費飲品、免費醫療、免費工作、各類補貼、免費住房，隨之而來的還有無差別的行兇，受傷人群尤其是歐盟、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東盟地區的孩童、少女與女性，答案再明顯不過了。下一則，西班牙這是十分友善，歐洲人給予移民大量幫助，謝謝了，這裡充滿善意的舉動，別忘了感謝摩洛哥，這屬於人道主義行動。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正遭受貧困。再往下，婦女和孩子在哪裡？怎麼只有男性？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下一則，非洲黑人得到幫助，摩洛哥人卻沒有嗎？下一則，
必須盡快將他們遣送回邊境對岸。如果再有這類入侵企圖，就地開槍。再往下看，美國這麼做難道是為了選票？就像民主黨這幫蠢貨政客一樣？看看你們的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當初把所有人從何等境地中拯救出來，真是令人感慨。好的，下則。為什麼不安排船只把他們送回自己的國家？但是要像对待普通人一樣對待他們，不能毆打虐待。再往下，歐盟已經賦予你們合法居留的權利，這一身份是基於人道主義理由授予你們的，請大家前往荷蘭正式辦理並確認你們那裡的身份。目前我們正在建設住房，請向荷蘭難民接待機構 COA 登記注冊。荷蘭政府將免費提供資金、住房和衣物，讓你們能夠公平地開始融入荷蘭就業市場。下則，現場有沒有垃圾桶用來妥善處理垃圾？繼續往下，這下他們可以繼續推進，一步步成為歐洲公民了。再往下，滿屏都是充滿敵意的評論，最諷刺的是，這些心懷怨恨的人還自稱研讀聖經。很明顯，你們全都忽略了多處關於外來移民以及應當如何善待他們的經文，實在令人難堪羞愧呀。下則，大多數摩洛哥人誠實勤勞，理應和其他人一樣獲得尊重，向紅十字會志願者致敬。繼續往下，紅十字會應當被逮捕，並以背叛西班牙民眾的罪名接受審判。好的，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為西班牙的女孩們祈禱吧。好的，朋友們，從以上評論可以看到啊，所有評論幾乎清一色反對西班牙紅十字會的做法。那麼你們怎麼看呢？歡迎大家留言。